这辆车哈可以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为什么这么说嘞？因为当年 iGarage 创立的时候，这辆车刚好进来马来西亚，所以那时候跟 HRV 一争高下嘛，马来西亚2大 B segment SUV 争得火热。所以算一下，时间过了8年了，我们再回头来 review 这辆车，马自达的 CX-3。没错，今天我们又拿到了 Mazda 的 CX-3， 这次的版本很特别哈，我们拿到的是最入门的1.5 Plus， 现在总共3个车型嘛，分别是1.5 Plus、2.0 Plus 以及2.0 High。之前我们有去展示厅介绍过的那辆1.5 Basic 的1.5 Mid 吧，应该叫做。那后来就直接把它升级成1.5 Plus 了哈，就是把配备升级呀，把一些造型好看的东西都给它升级上去，让对消费者来说比较有吸引力一点。售价3个车型分别是115千、125千以及138千。HRV 过了这么多年也做了大改款啦，那这辆车它经历的都是一些小改款、小升级而已。那怎么跟 HRV 一较高下呢？其实不是它了。因为 Mazda 很明显把这个 category 的产品转而交给 CX-30 来负责，所以前阵子 CX-30正式在本地组装之后卖得非常好。那不要怀疑，我妹妹也就买了1辆 CX-30。目前它的竞争对手，你可以说打着 HRV， 同时打着这个Toyota 的 Corolla Cross 这个市场，就同时我一直以为说 CX-3 会从这个Mazda 的家族中正式脱离出去，就是由 CX-30完全取代。但显然 Mazda 觉得这个车型还有它的潜力存在，所以继续把它放在紧凑的 B segment 市场。有一票消费者就是喜欢这个外形，我也确实觉得说这个族群确实有在的，它的定价确实也比 CX-30来的便宜不少所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115千，你就可以入手价拿到一辆 B segment 的crossover， 它的定位就像是说你原本打算买 Mazda 2， 但是你看到有一辆更帅的，同时又是 crossover， 你就会对它心动了。真的价钱差别不大。那除了这方面的定位之外呢，这辆车还有什么改变一件事就是原本这辆车是日本组装的，现在正式改成在泰国组装了还有就是动力配置的部分，之前都是采用2.0嘛，现在我们今天拿到的是1.5 Plus， 所以很多人会想问1.5放在一辆 crossover 上面，到底行不行啊？我拿车的第一天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你摸上手，懂这辆车怎么玩了之后，其实我觉得1.5有它好玩的地方，应该不是说有它好玩的地方，有它的特点在那边，重点就是玩转速。玩手排模式，这辆车其实它就是跟 Mazda 2的定位是非常相近的。Mazda 2当年我试驾的时候，我玩得很过瘾，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是切一个 manual mode， 你就是靠 pedal shift， 然后拉它的转速，你真的就觉得这辆车娇小玲珑，操控好，稳定性好。你再换一个手排模式下，哇，驾起来真的是很有驾驭感，然后人车一体，马自达的氛围。你不要讲说，哇，你就什么讲啊什么。可是讲真的，Mazda的基因再加上它的引擎、变速箱 6AT， 整个组合下来的感觉，驾驶的感觉是很好的。即使我今天驾着1.5。我在 KL 的路上，我还是最靓的那个仔。配置的部分呢，也是加了很多东西啦。今天不管是就是最入门的1.5 Plus、2.0 Plus 到2.0 High， 这些基本上的 ADAS 功能它都有稍微搭载上去，包括盲点警示，包括车道偏离警示，包括碰撞预警，包括 RCTA， 全部都是标准配置了头灯的部分呢，你看现在它有这个 Signature 的头灯哇。好像这个 LED 日行灯很帅嘛。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入门版的车型它就给一盏灯然后可能 DRL 就一个黄灯这样子。可是今天它把这个东西升级了。轮胎的配置呢，你的价格在115千，你的轮胎16寸
12E560R16。对于你的长期保养，你要换轮胎来说，它会是一个更经济的选项。前面两扇门有 Smart Entry 感应装置，Side Mirror 有自动收折，然后这个一成不变的样子，你说它过了这么多年好看吗？我把这个叫做 timeless 哦，真的是 timeless。车头好看，车尾也好看，我觉得这就是 CX3 一个很大的卖点。它的车尾的不管是线条到尾灯的光条，我觉得都比自家的大多数车辆来的好看很多。我非常喜欢这组尾灯，这个东西呀，真的就跟车头灯一样，就是 Mazda 的 signature， 就是 Mazda 的灵魂哈。OK， 保杆有下面双边单出的排气管，1.5双边单出非常豪华的阵容，上面有鲨鱼鳍的天线。好，打开尾门，来，我们看它的容量。CX3， 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之为紧凑的一个 crossover， 就是因为它后座本身空间有限，车后箱也不算很大，所以它的定位对我来说，这辆车子就是那种你喜欢一个人驾车出门，自己去享受驾驶体验的感觉，或者young couple， 你就是2个人。对，驾车出门，甚至你家有小孩子还年轻，你没有什么很大的债务需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项。那你要再升级一个时尚拉风款 CX-30， 你要再或者你想要升级一个正式的家用车 CX-5， 所以 Mazda 给你3个选项都有。你要驾驶感强烈的，你要时尚拉风款 CX-30， 你要家用车 CX-5。每一面的 carpet 下面当然还有一个备胎啊，全部都有给你，还有一盏小灯哈，所以你后面按，这边有灯可以帮你照明。引擎室的部分，手动顶杆上面没有隔热棉。动力主体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借到的是1.5公升的车型，所以它的主体就是1.5公升的直列4缸 Skyactiv G 自然进气汽油引擎。输出的马力114匹，扭力峰值149牛顿米，搭配的是6速自排的变速箱，这个很重要哈。不管你 Mazda 买的是哪一辆车，几乎都是这颗 Skyactiv Drive 的6速自排变速箱。它的特点就是换挡逻辑好，换挡反应快。它的反应快特别显示在这个你转 D 转 R 的时候最明显，因为你不管驾什么其他的车子，你从 D 转 R 转 D。你都要等，可是马自达的车子，我跟你讲，很明显，你一换，你 feel 到它已经轮子开始 kick in 了，你随时就可以 action。引擎是自家的，变速箱是自家的，这个契合度真的很好。但你就要想第二件事，今天这个115千的车型，当你在花多时前125千，你就可以上2公升的直列4缸引擎，输出马力直接来到154匹跟206牛顿米的扭力峰值，所以10千的价差，到底你会选择 1.5 还是选择 2.0？ 啊，我跟你讲一个好建议，很多这样的 B segment 的 SUV 啊 ，crossover 嘛，谁买你知道吗？有钱爸爸妈妈们买给孩子驾。不要驾太快，1.5刚刚好，是不是？前提是你不要给他们看我这支 review， 因为我要教你这辆车 manual mode 怎么驾。悬挂的部分呢，前面是McPherson， 后面Torsion Beam。OK， 坐上驾驶舱，后座我们就不提了啦，我们已经测试过太多次了，因为从最初的版本到后来小改款升级版 showroom 甚至我们都看过了，这个的后座就是一样的。它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在一些配置啊、用料上面都走比较一个简单的路线，比方上面这个 hard plastic 啊，车门板上面的 hard plastic 啊，旁边的绒布等等，然后甚至到座椅，再来就是冷气的旋钮。这个冷气的旋钮啊，讲真的，就真的是比较像国产车这样子的风格啊。对，它看起来阳春，用起来阳春，但冷气就是这样子嘛。单区恒温空调，温度也是转的，风量也是转的，送风的模式也是转的。你 OK 吗？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荧幕这个8寸的，就是家族很传统的配置啦。它现在有给 Android Auto 以及 Wireless Apple CarPlay 一样哈 ，Wireless 只有 Apple CarPlay 才有。之所以我们说你大一点，你当然就选择升级。价格上 CX-30， 哇，那个就真的是美轮美奂哈。OK， 这边材质也跟高配版有一点不一样。我记得以前我们拿高配的，这里是有一点那种
suede 还是麂皮还是哪怕 leather 的材质，那个就豪华很多。但因为你是入门版，你就简单很多。传统的转针时速，然后左边都是这个计算机的显示，就是你的档位啊、你的转速，甚至是你的油耗表现，都是比较传统的显示啦。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辆车有驾驶个性的车型，就是它有 Pedal Shifter，OK，所以你看啊，低档切过来 Manual Mode。你用换挡拨片来做你的换挡操作，真的这辆车的可玩性就突然间从这边上到这边，你知道吗？真的，我这几天驾我都用这个 Manual Mode， 我发觉 Manual Mode 才是这辆车的真正精髓。那其他的配置啊，我比较惊讶的就是上面驾驶盘上面的这些操控按键还是很丰富的所以多媒体的操控啊、定速巡航啊，这边都可以去操作。6AT 的排挡杆有 ，Sport Mode 有，2颗 USB 电源插槽，然后当初这个操控区就是 Mazda 一拿出来用的时候，哇，大家就惊为天人。为什么？因为在大概是6、8年前有这样子的配置的。就是我们熟悉的 Banksy 啊，对，就是只有这种哇滚轮很高级，对，所以这个东西它也保留了下来。你要嘛触控，但是你驾驶的时候触控屏幕是锁住的，所以驾驶的时候你就只能用这边进行操控。然后再来我最喜欢的就是 armrest 下面这一堆收纳格，它的收纳格是可以灵活变换的，你可以变自杯架，然后你可以高矮调整。回到这辆车的最后重点就是驾驶，我觉得。1.5 是最多人质疑它的地方，那1.5是不是真的会不够用？是不是会真的会 under power？ 还是你没有领悟到它的其中奥妙呢？走，我们上路试驾。回来驾这辆 Mazda CX-3哦，真的是感觉过了好多年呐。那这次。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加1.5的 CX-3， 虽然之前加过 Mazda 2，但是 CX-3 上面加1.5还第一次。它其实虽然它有 Sport Mode， 对吗？但是我觉得其实它的驾驶模式有3个，一个就是 Normal， 这个模式我觉得在大多情况下完全没有问题。你看啊，我踩油啊，顺顺走。但是如果你是就是想要多一点动力，你差不多到40的时候你补大油，你会觉得那个变速箱。有点 lag， 它就因为它档位高嘛，然后你又油门又急吹它，所以就表示说你要更大的扭力介入，你要等它有时间退档，然后那个动力才进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动力好像这样上下就是然后那个动力也不明显，就是这样的感觉。如果你普通驾的时候，那你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很容易。你切个 Sport Mode， 它就会把转速拉高，这个时候你的整个扭力啊就会来得更充沛，所以这是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更好的嘞，我们其实连 Sport Mode 都不用，我关掉来 Sport Mode 关掉，我直接排档打去右边，进入 Manual Mode。来，我们一般上 Manual Mode 的情况下，一档大概就是起步嘛。2档大概到20-30，你就切3档；3档切个30-40、40-50，你就切4档。但是今天你看3档，我直接拉到时速80。这种时候，你的那个扭力是很充沛的，你要各种驾驭哇，就3档这样拉住它去。Oh my god！ 你就不要给它再上档了，你就3档拉着它，就很好玩，你知道吗？3档我觉得最好玩它是可以直接给你拉到时速100去所以你就3档哇，拉着4000转、5000转然后再换4档，然后再拉塞到120、130。其实我跟你讲很好玩，真的。就这辆车，它虽然就是你普通价1.5，大家觉得不怎么样。可是你真的把它转速拉上来的时候，那颗 Sky Active 引擎真的是完全睡醒，你知道吗？你会想说，这样其他的车子那种1.5那种 CVT 也可以吗？是可以，可是你去试看 CVT，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呢，我就一直锁着3档了，然后我就补油，它的动力就来；我补油，它动力就来。
因为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时速80的时候，其实一般变速箱大概都在5档6档了，对。但是我就一直锁着它3档，我就一直锁着3000多4000转。然后你看我随时点油哦，它的反应很敏锐的。我点油，出 ，OK， 过车，4档，退2档，拉，哇，3档 ，OK。就是这样玩的啊！很有 potential， 我跟你讲 ，Mazda 的这颗6AT 非常有 potential。当然，你讲2.0会更好玩吗？肯定更好玩，因为你动力更饱和嘛，所以你的这整个潜力又在往上多拉整个20-30%。可是今天1.5。你说它够玩吗？我觉得 more than enough， 真的。因为有几个重点，这辆车子，你不只是说这套动力系统，就是引擎、变速箱，你可以做到这样的很好的契合度，换挡的逻辑很好，换挡的速度很反应很快以外，你的本身的基底强度有够。这辆车我觉得它就是给人拿来驾驭的，人车一体、人马一体的车款。车架强度有，第二底盘够扎实，所以你整个在操控啊，你在蹂躏3道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觉得说哇，整辆车很得心应手。即使它今天是一辆 crossover 哦，它的悬挂系统呢很明显是偏硬的，所以这样的设定可能你对于一般家用来说会有点太弹跳了。可是对于这种想玩啊、想去倒 gay 的人啊，这个悬挂配置就非常到位啊。6AT 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经得住长时间的高转扭力，它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负荷。那如果你说 CVT 啊，我其实真的会比较担心说，长期的这样子高转对他们来说 CVT 的伤害会很大。所以这是 6AT 比起 CVT 好很多的地方，这就是它这个动力系统整个组合它的潜力。我现在在时速80，再继续降回3档，油门全下，哦，好了，你们这些，哎 ，excuse me，excuse me。2档还可以下，时速80，哇！我已经拉到6000转了，可以哦。讲真的，这样子很好玩。2档继续拉6000，红线哦。哇 ，CX3 1.5 NA 可以给你拉红线呢，我拉到7000转红线了。Oh my god！ 啊，4档它就，我想爬山真的是要用3档啦，一路3档去就对了啦。不要让我，他觉得他也是1.5，我也是1.5，他凭什么让我？是不是？OK， 来转弯刹车，退3档呀！哇，对嘛？是不是？然后有机会再来上个5档。我驾了整个 weekend， 然后我觉得它的 potential 远远超过预期，真的啊！先3档，哦，再来，哦。OK， 我们做别的东西。有一个对于马自达来说，我觉得加强很加分的，就是驾驶盘的辅助力道。驾驶盘它的整个设定方向啊，然后再加上 GVC 的这个稳定加持系统，喜欢驾车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很美的配套，真的。油耗表现，像我们的数据是1公升燃油可以走11.6公里，我刚刚这样玩哦，还有超过11公里。我跟你讲，我在市区啊。一般行驶啦，市区大部分，然后再加一些市内KL 的高速公路，
我可以这辆车轻轻松松玩着 manual mode 哦，去到1公升13公里。这辆车又好玩又省油，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现在我发现到一件事，市面上突然多了很多 Recon 的 MX-5 Miata。我跟你讲，就是这套动力系统啊，1.5就够了。所以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别忘了 subscribe 我们 channel，我们下期再见，拜。